注意看，这个男人明明是修为通天的万年第一人，却因为一个荒唐的理由，在飞升仙界时被天道一脚踹回了凡间。而这一切都要从1万年前那场失败的飞升说起。画面中，这个名叫徐阳的男人是当时修为最强的存在，他以一己之力撕开天门，送走了龙族和一众道友，万众敬仰，恭送他飞升仙界。然而，就在徐阳准备踏入仙门的一刹那，天道法则却将他无情地拦在了门外。原来，这天道竟嫌弃他修炼万年，红尘未尽，还是个雏。就因为这个离谱的原因，他不仅飞升失败，还被天道打散了一身修为，元神被封印，沉睡了整整1万年。当徐阳再次苏醒，世界早已物是人非，大陆灵气枯竭到连一个地境强者都找不到，而他一手创立的天玄宗更是沦落到即将被灭门的境地。此刻，天玄宗的嫡传女弟子苏云淼正被敌对宗门赤云宗的少宗主逼入绝境。这个嚣张的纨绔子弟不仅要抢夺天玄宗最后的灵脉，还想强取苏云淼。就在苏云淼引爆本命法宝，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危急时刻，徐阳出现了。此刻的他，在别人眼中只是一个没有任何灵力波动的凡人。少宗主见状，更是嘲讽他不自量力，也敢学人英雄救美。可他不知道，自己惹到的是一个活了上万年的老怪物。徐阳只是随手一挥，便当场突破到了炼气1层，接着一招就秒杀了这个炼气巅峰的少宗主，看得苏云淼目瞪口呆。为了报答救命之恩，也为了保护这个凡人，善良的苏云淼将徐阳带回了天玄宗。他哪里知道，自己带回来的不是什么杂役弟子，而是天玄宗传说中早已陨落的创派师叔祖。此时的天玄宗正面临生死存亡，赤云宗宗主带着仙盟使者上门逼宫，以天玄宗没有筑基弟子为由，要在百宗大比中将他们除名，并吞并其灵脉。宗主罗天征最后的希望，嫡传弟子苏云淼，又在劫杀中身负重伤，心脉受损，根本无法在短期内突破。绝望之际，罗宗主决定开启师叔祖徐阳万年前留下的青山禁地，希望弟子们能从中获得传承，博一线生机。殊不知，这所谓的禁地不过是徐阳当年闲吵随手布下的结界，而所谓的传承更是子虚乌有，山上只有他曾经住过的府邸。更讽刺的是，这结界当年设定为筑基期以下无法进入，是因为那时天玄宗连扫地杂役都是筑基修为。徐阳根本没料到，1万年后，他的徒子徒孙们竟弱到连触发禁制的资格都没有，反而能自由进出。一群弟子满怀希望地进入了试炼，在剑气和落雷中苦苦支撑，而徐阳却像逛自家后花园一样闲庭信步。他一边走，一边精准地提醒身边的苏云淼躲避各种机关，这让苏云淼对他身份的怀疑又加深了一层。历经千辛万苦，当众人终于登上山顶，却发现所谓的传承之地只是一座空空如也的宅院，所有人都陷入了绝望。1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嫉妒的大师兄跑来向徐阳索要苏云淼送给他的2品丹药，却发现徐阳竟把这种在如今被视为珍宝的丹药随意地喂给了自己的宠物2哈翠花。不仅如此，徐阳还当着众人的面，用山上遍地都是被当成杂草的玉灵草，随手炼制出了一炉香气四溢的5品丹药。可笑的是，由于炼丹术失传万年，这些弟子竟无人识货，还把徐阳当成吹牛的骗子，对他百般羞辱。宗门大比之日终于到来，天玄宗的弟子们在与赤云宗的对决中节节败退，对方甚至动用了燃烧生命的邪术，天玄宗伤亡惨重，濒临淘汰。就在大师兄即将被对手斩杀的瞬间，徐阳终于出现，一脚踹飞了敌人。然而，令人心寒的一幕发生了，天玄宗宗主为了保住宗门，竟当众宣布，将这个只有炼气1层的废物徐阳逐出师门，划清界限。他话音刚落，其他大宗门立刻嗅到了机会，纷纷向徐阳抛出橄榄枝，许以重金和长老之位，想要抢夺这个神秘的天才。苏云淼更是对他失望透顶，让他赶紧离开。面对昔日门人的背叛和众人的驱赶，徐阳只是轻蔑一笑。他走上擂台，当着所有人的面开始了他的表演。只见他修为开始疯狂暴涨，炼气2层、9层、筑基，在短短几秒内，他便从一个炼气1层的废物突破到了筑基境界。全场为之震撼，所有人都被这闻所未闻的景象惊呆了。
还没等对手反应过来，徐阳随手拿起一根竹竿，使出了连苏云淼都未能掌握的失传万年的天玄九剑第9式万剑归宗。刹那间，剑气纵横，对手灰飞烟灭。此刻，天玄宗宗主肠子都悔青了，他厚着脸皮想让徐阳官复原职，甚至许诺了封主之位。而徐阳根本懒得理会这些墙头草，他之所以留下，只是因为住不惯别人的洞府。为了给不成器的徒子徒孙们多抢点修炼资源，他将目光投向了场上最强的2大宗门，狂傲地发起了挑战。面对金丹之下第一人的顶尖天骄，这个刚刚回归的师叔祖又将掀起怎样的风暴？